很荣幸受邀参加央视《美食中国》栏目的拍摄。这一集主要是讲卤水的故事，拍摄大约2到3天。今天先带他们去三哥的祖屋，一座至今约有400年历史的祠堂，了解一下。我们这个祠堂在我们村算是比较大，顶峰的时候有40-50户。那时候过年啊，记住场面非常的壮观，就几十户人摆在一起，而且每家每户都有一只卤鹅。卤水的记忆就从那时候开始。光绪年帮的牌匾，现在还在。它那个圆的门，很有年代感。因为顶峰的时候，这些贡品都是摆放到下面，为石头没得放，上来才有的放。这里就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，所以经常回来看一看、走一走，对这里的记忆还是非常的深刻的。这是我从小住到大的一个屋子，我们家以前6口人，因为我爸以前才在上市。这种房梁上的木头，还是我爸以前在杭江里面捞起来建起来的，都是我爸做菜用这个卤水，就这个锅放进去卤之后，我妈要负责烧火。负责控制好这个火，不要让它灭了。快过年前，你就会看到那巷子里面好几户人家都是在制作卤水，00后都很难体验到这种画面。这个祠堂里所有的人都是喝这口酒的精髓。有时候我都挑水喝，就去家里放到水缸里面。今年94岁的人吃2个红枣果，还要吃1碗稀饭。那讲肉酱好了。好，一个卤蛋的红皮阿外，这个村也是我们潮州的一个厨师村，很多厨师都是在那种大酒店里面做卤水。香。这猪酒非常的入味，而且火候掌握的也刚刚好。卤水也不会太咸，不会太甜。有卤水可以喎。这是我们潮州的手吃咸水果，3米粉做成的，上面这些是萝卜干。30多年了，香味特别的，而且没有